原来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在使用第一代的苹果手表。好，影片开始前记得帮忙按个赞、订阅，并且按下小铃铛。然后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帮忙分享一下影片咯。对，我手上戴的就是 Apple Watch 第一代，这不是 Series One 哦，这个是2015年上市的初代 Apple Watch。其实很多人都会搞混 ，Apple Watch 刚上市的时候是没有 Series 的型号的，它就叫 Apple Watch。直到第2年的时候才推出 Series One 和 Series Two， 但 Series One 和初代比起来也是有升级，所以当时在二手的市场上就常常有人，一方面可能是真的不懂，那也可能是故意鱼目混珠，把初代当成 Series One 来卖。在最近的观众留言里面，我发现到还是有蛮多人在使用初代 Apple Watch。我看到时心里都会有点疑惑，因为我记得当时在预购刚拿到的时候，在使用上我就觉得它的反应已经有点钝了，而且现在都过了那么多年，而且已经经过那么多版本的更新，这东西真的还能用吗？所以我决定拿出我放在防潮箱的初代 Apple Watch 充饱电，并且更新它的 WatchOS， 来使用它一阵子之后，然后再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想。所以这2-3个月来，我都有陆续的使用它。2015年是一个多遥远的时代，我这边大概列几个项目给大家感受一下。记不记得这件是蓝或是白的洋装？当初的 Apple 旗舰 iPhone 是 iPhone 6s Plus， 然后当初的 Samsung 旗舰机长这样子。美国总统还是奥巴马。台湾的总统也还是马英九，美国同性婚姻刚合法，然后 Windows Phone 推出最终的版本，还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事件，我就先不讲了。那以前有没有感觉非常的遥远？一只这么旧的 Apple Watch， 可想而知一定会有非常多不支援的地方，少了一堆新手表的功能之外，加上 WatchOS 也只能支援到 4.3.2， 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你不能使用以下所有的功能：没有水显萤幕，没有手表上的 App Store， 没有指南针，没有有声书，没有监测噪音的功能，没有近期追踪，少了一堆新的表面，没有内建计算机，没有语音备忘录，不能手动增加提醒事项，不能用 Animoji， 少了一堆体能训练的项目啊，然后不能使用体能比赛，没有 Podcast， 没有对讲机，没有心电图 ，Siri 比较笨，不能开网页，手表防水能力也比较差 ，App 画面中交不出控制中心，交不出通知中心，不能变动控制中心的图示，不能自己选择 WiFi 的网路，没有 Line App 可以用，没有血氧测量，没有内建睡眠追踪，不能分享自定表面，没有洗手侦测，应该还有一堆啦，可是我目前就先想到这边，所以看看这个单子好像也还好嘛。实际使用上的体验真的是让人有点惊讶，就是真的还没有想象中的慢，感觉起来 WatchOS 4.3.2 可能真的还是有进行优化啦。说真的，还是不能跟新的手表比，但是这个体验下来绝对还是可以用的。你会感觉到最慢的地方应该就是在一个 App 第一次要读取的时候，可能要等上个好几十秒，那其他的部分就算是一般开启也要有几秒的读取，可是这些都是比较之后会比较有感。那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使用过新一代的 Apple Watch，可能这部分也没有那么严重。那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其中几个 App， 像是地图啊，我读取了好久，然后像是天气的 App 还有股票的 App 也是一样。再就是关于没有 Line， 还有一些通讯软体的资源，我必须说还是有点不太方便。需要联络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依赖使用 iMessage 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再来说说续航力吧，一只已经5年旧的手表，这个电池也是5年旧，那蓄电量也没有想象中的差，那一天使用也是没有问题。不得不佩服苹果在整体软硬体整合上的优化程度。那说真的，如果你只是轻度的使用者，使用一般基本的健康侦测啊、体能训练项目啊，然后 App 的部分也大都使用第一方的话，其实这台初代还是还蛮堪用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第一次要买苹果手表，我可能还是不太建议。里面的电池老化先不说，又只有支援到 WatchOS 4.3.2， 我还是建议至少上 Series 3可以支援 WatchOS 7， 而且 WatchOS 7在 Series 3的体验下来还是蛮好的。你可以看我上支影片，我也讲这个部分。所以拍这支影片就是让我体验到，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一直去追求新的科技。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功能，其实也不一定用得到。简化有简化的好处。以当年2015年的 iPhone 6s 来说，苹果到现在还是持续在 iOS 14上进行支援。所以可以想想，如果从当初用到现在的人，到底是省了多少钱？其实仔细想想，更好的相机和萤幕真的有非常的必要吗？ Apple Watch 本身作为一个手机的延伸，或许更没有必要一直追新的版本，除非对一些新的健康侦测功能真的有需求，可以再来考虑更换新的版本。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大致上分享一下我的体验，那也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忙按个赞，然后订阅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还有分享影片咯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